已经好几天没有在小区里头骑行了。原本是想着小区里头如果有共享单车的话呢，可以骑一骑。谁知道这个新局共享单车已经不能用了，起码在小区里面已经不可以用了。想想还是自己有一个单车会比较好一点，所以最近就入手了现在正在骑的这么一个单车啊，蛮特别的一个单车，是一个可以折叠起来的。现在我在青怡小区里面啊，去兜一个圈。有哈哈的哦。你会推车吗？青怡居啊，就在绿怡居对面，隔着一个祈福大道。以前呢，到这边小孩的家长这边啊，开车进来过，但是里边比较大，从来没到里面来走过。今天骑个自行车的话呢，可以在里面兜一兜。很传统的起伏的那些比较老一点的小区，这种建筑的风格，原本蛮宽敞的这么路面啊，都停满了汽车。对面的一个小孩啊，也骑了这么一个小轮的自行车。
刚刚我是从西门进的清怡居啊，东门进的清怡居。刚刚我是从东门进的清怡居啊，但是呢，我从南门出来了。右手边呢就是祈福的另外一个中小学啊。这应该是学校的后门。骑着这个小车啊，可以各到各处的去走一走。以前开的车从来不进来的地方啊，骑着车就很容易就进来走一圈。这边呢就是祈福新生的学校啊，应该包括幼儿园、初中、高中等等。这边呢是一个稍微新一点的小区，叫什么名字啊？叫海晴居。这边有个会所，海晴居啊。到里面去走一走吧。从来没有进来过啊，感觉还是不错的一个小区。这些房子呢，延续着刚才我在清怡居看到的那些房子的样式，长得差不多。同样的啊，这边停满了车，估计到了晚上，这些停车位都不够用了。几乎很多这样的小区啊，自成一体。
买来这么一个小单车，小轮的16寸的这样的一个单车，而且呢是折叠型的，看起来是有点心血来潮。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一直有这样一个想骑个单车每天呢能够锻炼一下身体，同时呢也是透透新鲜空气吧。所以呢，一直在寻找一个可以骑行的这样的一个单车本来呢就觉得小区里头如果有共享单车，那倒挺好。想骑就骑几块钱的成本一次，对吧？所以也不费什么钱但是呢，毕竟共享单车也是一个商业行为它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在不断的做一些调整。一会儿可以骑了，一会儿又停了，一会儿这里可以放，一会儿那里不能放，等等吧，搞得很烦所以的话呢，觉得还是不如自己弄个单车吧。正好前段时间看人家的视频，就发现有一种小单车它是可以折叠的。想骑的时候呢就打开，不想骑的时候呢就把它折起来，进电梯上台阶都没问题。还有个好处呢，它可以放在车的后备箱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去到一些可以骑行的一些绿道上，停了车以后呢，就可以骑一骑，看看风景，又可以起到一个锻炼身体的目的。觉得这个还是一个不错的急用的功能吧。但是呢，看了一看有几个品牌有进口的，有国产的，就发现有一种品牌是大家挺喜欢的，英文叫 Brompton， 国人呢就亲切地称之为小步这样的一种单车。那么这个单车的话呢，就是可以折叠，比较轻便但是呢，一看这个新的价钱不菲所以也不确定自己到底以后会骑多久。所以呢，正好看见有人二手出让他的一个国产的这样的一个小步的车型所以想着既然这样的话就骑体验一下。所以已经买回来2天了今天是第2次骑出来，顺便的话呢也算是录制一个视频吧，算是试骑一下但是呢，前面这个车把上怎么来安装一个摄像头，这些呢都还没调整好，所以呢暂且就还是在胸前挂一个旧的 GoPro， 骑一骑，感觉一下那整体来讲的话呢，跟普通的自行车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比共享单车反而还好，轻便一些。因为它也是有一些换挡的功能虽然这部车的换挡功能不多。喜福新村里面坡还是比较多，有些坡比较大，骑起来比较吃力给自己照一照看看感觉怎么样。今天呢就是一个试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到此结束。